大家好，我是偶呆，这里是我们全新制作的节目。我们将通过5期视频向大家讲述 Apple 这家公司最重要也是最核心、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业务之一 Apple Store 的故事。说它重要，是因为当年为了创立 Apple Store， 乔布斯所面临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比研发 iPhone、Mac 都要困难很多。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前提下，乔布斯依旧将它打造成了一个至今都没有人模仿成功的新模式。说它是核心业务，是因为 Apple Store 已经走过21年，在经历所谓的共享经济、新零售、工业 4.0 以及阿里巴巴、亚马逊等在线业务的冲击下，它依旧每年都能为 Apple 带来数以百亿美元的收入，并且作为唯一可以直接面对用户的场所，它也成了 Apple 生态环节里至关重要的一环。说它最容易被大家所忽略，则是因为它的存在感并没有改变世界的 iPhone、更具生产力的 Mac、更贴身的 Apple Watch 这些硬件产品一样，常常被大家提及，甚至在财报中你都很难再找到它的身影。无论是哪一种前提， Apple Store 都是成功的。即便是 Apple 引以为傲的 iPhone， 也并不是市面上唯一可供消费者选择的优秀产品。模仿 iPhone 甚至超越 iPhone 的手机有很多，但很少见有人去模仿 Apple Store。这一系列的节目将通过解读 Apple Store 的起源和发展，解析在遇到问题时他们是如何解决当下的困难，如何从困顿中走出来。所以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分享他们如何成功的成功学，而是希望这些解决方案能够对你有所启发，无论是在你的工作、学习还是生活中，都能帮你激发灵感，丰富你的人生。说到 Apple Store， 就不得不提到它的母公司 Apple， 也就是苹果。苹果这家具有传奇色彩的公司，在市值已经接近3万亿，其体量相当于仅次于德国的世界第5大经济体。在这一光环下， Apple Store 作为苹果旗下零售业务，成绩在行业内也是数一数二的好。虽然自2015年开始，苹果不再公布零售店业绩，但从14年的财报中，我们可以看到 Apple Store 一项业务的营收就已经高达215亿美元。如果不考虑任何包括货币膨胀的因素在内，这个数额相当于 B 站目前的市值。在每平米平效数据上， Apple Store 在2017年时每平米销售额高达6万美元，排在第2名的是著名奢侈品珠宝商 Tiffany， 它的平效却只有 3.2 万美元。同时，在衡量顾客满意度的 NPS 评分体系中，苹果零售店都能维持较高的口碑。无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顾客口碑中， Apple Store 一直是行业中不可被忽略的重要角色。也是因为这种商业口碑双丰收的前提下，也吸引众多厂商开始效仿，建立属于自己的直营零售店，比如诺基亚、微软、三星、谷歌、小米、一加、OPPO、华为等等等等。但他们的成绩却不尽人意，微软、一加都相继取消了零售店布局， OPPO 也在近年相继关闭了诸多零售店。反观苹果，从2001年的第1家店到现在已经遍布全球25个国家，共有516家零售店，扩张之路一直高歌猛进。那么它的扩张之路是否一帆风顺？苹果做对了什么？而那些没有成功的人又忽略了哪些至关重要的细节呢？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01年，那一年是乔布斯回归苹果的第4个年头。在这4年里，他砍掉了几乎80%的产品线，把重心放在 Mac 上，推出了软件系统 macOS X。 硬件上， iMac 更是让萎靡不振的 PC 市场有了更新的活力。再加上改变音乐世界的 iPod， 苹果开始疗愈历史遗留问题，从破产泥潭中慢慢爬出。然而乔布斯并没有时间庆祝，因为有另外一件事一直困扰他，那就是他创造了非常好看好用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却只能在商场拥挤的柜台中展出。用户好像也习惯了，只要是购买电脑，就会驱车10几公里到郊外的大商场里找到百思买或者 Computer USA 选购他们想要的产品。这对于一直想掌控一切的乔布斯来说简直就是灾难。他可以控制产品的设计、功能以及生产，却无法控制产品与用户之间的关系。不行，这一点必须要改变。改变的第一步就是建立属于自己的直营体系。彼时有2个最佳的选择摆在苹果面前，一个是 O2O 鼻祖老牌 PC 制造商 Gateway 杰威。在科技产品领域，杰威是最先做自己直营零售店的公司。但说是直营，在店里杰威并不销售产品，仅做展示。用户选中自己的产品后留下信息，杰威就会送货上门。杰威零售店的口碑一直非常好，但乔布斯参观之后却发现了致命的问题。杰威零售店位置都非常偏远，人流稀少，即便是非常忠实的用户也要驱车10几公里赶到，兴奋地选好自己的产品，却被告知没有办法直接将产品带回家。这种冲动消费的一腔热血被泼了冷水的感受十分不好，这就给了竞争对手戴尔一个机会，
用户只需要在网站上选择自己喜欢的产品，省略掉中间的时间成本。这种方式和我们现在在线消费的方式几乎一致，在我们当下看来十分平常的消费方式，在当初可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并且戴尔还提供了在线定制化服务，用户的选择会更加多样化。杰威花费大量的成本开设零售店，却无法卖出产品，直营模式也就意味着这家企业无法卖出电脑，也就意味着无法赚取更多的利润。所以看上去杰威直营模式并不是正确的答案，反而戴尔的在线模式不光看上去很酷，也顺应了互联网发展的潮流，用户体验也更好。那么如果你是乔布斯，你会选择哪一种模式呢？乔布斯哪一条都没有选，而是选择一条让所有人，包括苹果董事会都没有想到的决定，与其他合作商解约，不再让他们销售苹果的产品，建立苹果自己的零售店以及全新的在线商店。他们就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 Apple Retail 体系。它要让用户以最简单的方式接触到苹果电脑，这是最重要也是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既然让用户以最简单的方式接触到苹果产品的目标确立了，接下来乔布斯要做的就是找到合适的人，这个人就是苹果零售店之父罗恩·约翰逊。罗恩的理念是，如果商品仅仅能够满足商品本身的需求，那么它将无法为用户创造更多价值。这一点和乔布斯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也曾说，一家好的公司要学会如何灌输理念给用户，而非单单靠产品。但除了这些之外，两人在零售店应该开在哪里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罗恩认为，很多人都觉得电脑非常贵，更新换代比较慢，消费者可以每隔一大段时间去一次商店进行购买，所以找一个偏远的、租金较低的位置开店即可。乔布斯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 Mac 电脑和 Windows 电脑不一样，无论租金多贵，我们都需要开在繁华的商业中心，这样用户路过时就会被好奇心吸引进来。一旦我们的员工开始向他展示我们的产品功能，我们就赢了。罗恩沉思了一会儿，表示按照这个理论，那么 Gap 的模式是我们值得学习的。那这里要补充一下， Gap 在90年代初的美国已经是流行文化的元素之一了，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都有所展示。Since forever, I used to go all over town listening to bands. Chandler. Gap commercial. 与此同时， Gap 的运营模式是从产品策划、生产到最后零售端都是自己控制的一体化模式，即商学院中经常提到的 SPA。 在 Gap 商店里，他们只会卖自己的产品，并且 Gap 迄今都奉行让用户自己选购的原则，减少销售人员对用户选择的干扰。这种自助式的销售模式既节约了人力成本，也让用户在购买过程中感到轻松，对品牌的印象也会更加聚焦于商店本身。罗恩在提到 Gap 模式后，乔布斯微微一笑，表示巧了吗？这不是将 Gap 打造成这一模式的米拉德·德雷克斯勒早就被我拉进董事会了，而他在加入董事会的时候说出了自己加入苹果的原因：我不再把产品放进百货商店，因为我必须控制我的产品，从生产到销售都要控制。我觉得史蒂夫·乔布斯也是这样的人，这或许就是他把我拉到这里的原因。罗恩还有个疑问， Gap 是从生产端就开始整合自己的供应链，那苹果……话还没说完，乔布斯再一次微微一笑，说1998年的时候我就把 Tim Cook 给挖来了。就这样，与乔布斯产生共鸣的罗恩也加入了苹果。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乔布斯的做法，董事会中就有人认为，目前苹果还在养伤阶段，并不适合拿出这么多资金在高端购物场所支付巨额租金，开设一家只卖自己产品的商店。这种顾虑不无道理。如果大家关闭上帝视角，作为当时的决策者，摆在面前呢，是曾经这么做的杰威已经出现颓势和巨大的亏损，同时还要支付多出几倍的租金和建设成本。互联网热潮下，用户不再愿意去线下购买商品，本身市场份额又小，还属于小众市场，所以为了小部分用户花大价钱去做别人已经失败的事情，还是继续与大型商场合作，做店中店稳赚不赔呢？如果是大家，会选择哪一种模式呢？乔布斯的选择很简单，他批准了这位董事离开苹果，为的还是那个简单朴素的目标：我要让用户以最简单的方式接触到苹果产品。多年之后，罗恩在离开苹果时留下的告别信里写道：人们来到 Apple Store 是为了体验，而且人们愿意为此付出额外的价钱。这对于乔布斯来说也是一种执念，他几乎偏执地去执行这一目标。你可以直接在 iTunes 中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只需要一根线就可以将1000首音乐装进口袋。你可以直接在应用商店中选择需要的应用，只需要点击一下就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你可以将拍下的照片直接通过 AirDrop 分享给其他朋友，也只需要点一下就能完成。
这一切都是让用户以最简单的方式使用苹果产品，但使用的前提是需要用户先接触苹果的产品。乔布斯可以设计丰富的功能，解决使用上的简单，那么更需要建设一个场所，解决接触上的简单，这两者缺一不可。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诺基亚开始零售店，仅过了几年的时间就草草收场的原因。零售店看上去非常漂亮，但产品功能乏善可陈，用户是被漂亮的店铺吸引进来，但却没有留下来的理由，就不会有后面的消费行为。所以零售店应该向用户介绍产品的功能，而非简单介绍参数。这样一来，在设计上就应该从功能出发，而非用产品来划分店内区域。但这一点起初并不是乔布斯意识到的，而是罗恩。在临近 Apple Store 开业前夕，罗恩半夜醒来有一个新的想法，这个想法让他意识到了整个 Apple Store 的设计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他们仍然按照产品的不同将零售店分成若干区域。那这样做的特点是让用户快速了解苹果有哪些产品，但以产品为核心的方式只会让用户留下你的产品可以做什么的印象，这样还是和传统零售没有区别。如果我们将出发点转换一下，变成如果你想将视频从相机导入电脑，并且用 iMovie 剪辑的话，可以用这台电脑试一下。这样一来，用户就会参与到演示当中，产品的功能也得以展示，用户就会更加有购买欲。这个想法很好，在后来的时间里也证实了罗恩的想法是正确的。但在当时，这也就意味着过去半年设计 Apple Store 的东西都要推倒重做。罗恩把这个想法告诉乔布斯之后，换来的是乔布斯传里乔布斯本人的原话：我为了这个商店玩命干了6个月，你今天才告诉我全部都要改，我累了，我不知道还能不能从零开始设计一间商店。就在罗恩以为自己在苹果的职业生涯就要结束的时候，乔布斯开口说：我知道罗恩是对的，罗恩认为我们错了，他觉得我们不应该按照产品来划分区域，而是应该考虑到顾客的活动。你们知道，他是对的。乔布斯想到了在皮克斯的日子，为了让玩具总动员更加完美，在临近完工之前出现问题立刻返工，不完美就要重来。所以即便是将开业时间再推迟3到4个月，乔布斯也同意重新设计整个零售店布局。如果你发现有事情做得不对，你不能只是忽略它，然后说以后再处理，这是其他公司的做法。2001年5月19日，史无前例的美术馆是 Apple Store 面世了。Apple Store 零售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电脑购买方式，顾客不再只是听店员说什么赵贺和赵自杰，如今顾客可以了解和体验他们使用电脑实际能做些什么，比如制作影片、刻录自定的音乐 CD， 以及在个人网站上发布自己的数码照片。彼时的乔布斯并没有像之后一样被别人奉上神作，但是拯救了一家即将破产的公司，打造了皮克斯的人。即便如此，媒体依旧不买 Apple Store 的账。商业周刊更是引用了销售渠道市场研究公司的总裁大卫·格尔斯坦的话：我估计2年以后他们就会关门大吉，为这个错误付出极为惨痛的昂贵代价。苹果前 CFO 也用高情商的话否定了乔布斯关于 Apple Store 的想法。iPod 的问题是，他仍然相信在非常满足奶酪和饼干的世界里卖鱼子酱的发展方式。这些话并没有阻挡乔布斯开设零售店的想法，但却被他一直记恨。据说现如今 Apple Store 新员工入职培训中都会拿出这2句话来佐证现如今的成功。走进这家零售店的用户发现，这和他们之前去过所有的零售店都有很大的不同。它有点不像一个商店，一进门就是约翰列侬以小野洋子的巨幅海报，上面写的 Think Different， 亮白色的柜台，浅色的木地板，这里更像是一个艺术中心，而非要卖给你东西的商店。这种感觉苹果一直保留至今。它并没有采用传统方式将 Apple Store 打造成一个零售店，而是打造成一个有社区属性的艺术中心。当我们走进一家博物馆或者艺术馆的时候，就会发现，无论是装修风格还是灯光布置，目的都是让你能够把目光聚焦于展品本身。这里有很多细节需要留意，比如展品摆放不能太拥挤，需要大量的留白，这样才能起到聚焦作用。灯光不能太暗，否则观众无法看清细节，也不能太亮，否则观众会因为刺眼而感到不适。他们不希望被打扰，更喜欢自己独自欣赏或与朋友分享。只有在需要讲解时，才会问到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者自己打开讲解器。仅仅这3点，如果放在零售店里，一方面目的不同，艺术馆的目的是展出商品，而零售店则是售卖商品。另一方面，要实现这些目的非常难，它需要引入更多的自然光，更加贴近自然元素，更加宽敞的过道，视线所及之处不能过于复杂。而苹果实现这一点，仅用了4种元素：木材、石头、钢铁和玻璃。在2006年开设第5大道 Apple Store，
这几种元素共同组成了一件建筑史上的艺术品。立方体的玻璃墙，有苹果自家专利的玻璃楼梯，来自佛罗伦萨自营采石场打造的地板，来自德国原木设计的桌子。每一个进入零售店的顾客都会被其惊艳的设计所吸引，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得到，这种给人壮观感受的零售店仅只有4个元素。同样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 Apple Store 并没有明确的区域划分，好像在每一个地方都能看到 Apple 的产品，并且 Apple Store 的员工穿着都是统一的，好像每一个人都能为你解答问题。这其实也是乔布斯和罗恩故意设计的，他们刻意模糊了苹果产品之间的概念，按照产品功能将 Apple Store 的空间进行分配。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产品的 Red Zone， 这个词来源于美式橄榄球，靠近对方端区20码以内的区域被称作为红区。在橄榄球比赛中，这部分区域非常有可能直接达阵，即便不能达阵，也可以有稳定的任意球射门得分，所以一般红区也被称为得分区。Red Zone 对于 Apple Store 来说至关重要，它事关用户的第一印象，必须走进来才能俘获用户的目光，实现得分。所以按照艺术馆的设计，这里要遵循几个原则。第一，要像橄榄球场地中的 Red Zone， 在进店之后的1/4区域内看到所有的产品。第二，不可以摆放机器模型，而是保证可以正常运行的产品。这2点保证了类似艺术馆的模式，聚焦于展品而非销售行为，这也是我们一进入 Apple Store 就能看到的。第三，一进门就会有人热情地打招呼，而不是推销产品。第四，畅通无阻，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看到产品。第五，每一个员工都可以为用户解答产品需求，并且保证可以移动结账。这3点保证了用户不被打扰，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地体验产品，而在需要帮助时，一个眼神或者肢体动作就会有人来上前解答问题或者提供结账服务。而为了能够保证实现移动结账，乔布斯还拽着甲骨文创始人为他研发新系统，而现在苹果员工会使用带有特制保护壳的 iPhone 为用户结账。同时产品的摆放也很有讲究，乔布斯很讨厌线，所以在早期零售店并没有防盗线，而后来因为有太多产品被盗，他不得不做出妥协，使用2米甚至更长的防盗线。头部是一个非常非常小和金属墙壁相同颜色的警报器贴在产品上，这样做保证了用户在拿起产品时不会被线所束缚。同时 Apple Store 所有带屏幕的产品，屏幕与桌面夹角都有相关规定，有传言说是70度，这个角度无论个子高矮都可以刚刚好看到屏幕上的内容。如果你想看到更多，则需要用手去接触产品，而这个时候用户就会自然而然地被产品金属一体化的机身所吸引，从而因为好奇而产生更多互动。如果说壮观漂亮的外观可以吸引用户走进 Apple Store， Red Zone 作为得分区，通过种种细节可以让用户轻松接触到产品，既会受到热情欢迎，同时也不会有人像在屈臣氏一样一直追问你是否有购买倾向，是否对产品折后感兴趣等等。但当你需要帮助时，也会有人及时出现为你提供服务。而从 Red Zone 向前走，则是 Family Room 家庭房。这一称呼来源于美式别墅，在我们国内一般称为起居室，往往和客厅融为一体，但是作用基本一致，都是家人在一起可以看电视、打游戏、商量家务事、接待客人等等。Family Room 有所区别的是，它更聚焦于家庭本身，接待客人是在专门的客厅。在 Apple Store， 它的作用围绕一个词：关系。就像家人之间维护彼此的关系一样，需要沟通，需要理解，需要分享彼此的感受，无论是开心、气愤，还是那些稀疏平常的事情，这种分享都会让家人彼此的关系更加融洽。而在 Apple Store 的 Family Room 有着被罗恩称为零售店灵魂的区域 Genius Bar。 一开始乔布斯在听到这个提议的时候并没有同意，他说你不能叫售后天才，他们是极客，他们没有那种交际能力来贯彻天才吧的宗旨。那么天才吧的宗旨是什么呢？在罗恩看来，修复一台设备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大不了苹果可以给你一台新的设备，但是用户可能因为设备的损坏这种客观现象，导致对生产这个产品的公司产生主观上的负面情绪。如果让用户有更好的感受，必须解决情绪问题，而非单一的解决产品问题。修复与用户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就需要有非常好的沟通能力，在面对愤怒的顾客时，依旧能够与他们情绪产生共鸣，安抚他们的情绪，提供更加有保障的解决方案，而不能像其他公司的售后一样，用冷冰冰的技术名词向顾客解释为什么产品会坏，坏的到底是闪存还是内存，修的是带电池的底壳还是电容触控板。这也是乔布斯会提出自己质疑的原因。在乔布斯传这本书里，并没有提到为什么他最后还是同意了罗恩的提议。我们在他过往的访谈细节中找到了答案。
乔布斯认为，售后应该是给出用户最终解决方案的地方，没有人比这群人更加了解产品。售后人员应该给用户信任感。在这里，我们可以修复你的设备，也可以告诉你这个功能应该怎么实现。但如果只是生硬地告诉你解决方案，用户可能对你敬而远之，沟通更少，信任也会荡然无存。而通过现实扭曲力，将修东西的过程改变成解决方案很简单，你不用着急，我想了解一下它是怎么对你造成困扰的，人们就会更加愿意倾诉，更加愿意沟通。所以他最后也认为，天才吧是一个好点子，是每一家 Apple Store 都应该具备的设置。而基于修复关系、提供最终解决方案这2点，罗恩也一改传统的培训模式，他带领团队参加丽兹卡尔顿的酒店培训，因为酒店的培训更加倾向于构建关系，在售后处理上也会更加遵循先认可客观事实，再与用户的情绪产生共鸣，最后再提供有保障的服务方案。在一份泄露出来的天才吧培训手册中，我们也证实了这一点。天才吧解决问题的准则是认同、共鸣与保障，还有大量的禁用词和警用词，比如你不可以、你不应该、崩溃、bug， 这些都是禁用词。这些词汇常常给人一种直接拒绝、武断、包含直观负面情绪、晦涩难懂的感觉，这样一来就会增加与用户之间的陌生感。警用词是危险系数没有那么高，需要谨慎使用的词语，诸如或许、应该、可能、大概这种模糊不清的表述。这些词汇通常让工作人员表现得不自信、不专业，用户的信任感也会降低。与此同时，不要一上来就对顾客表示歉意，而是认同他们的感受，对此表示遗憾。比如当顾客说你的电脑为什么进一点水就会坏，按照传统的售后方式可能会解释说，因为物理规律，水接触到电就会导致主板短路，影响设备运行，所以会坏。而天才吧的人通常会回答，这的确是太糟糕了，如果是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可能比您现在更生气，但请放心，我会尽量找到办法让它正常运行。不过在此之前，我会问您几个问题，这样解决起来会更快，帮助更大，您看是否可以？这里很少提及维修设备的信息，而是大量讨论如何通过沟通来修复用户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你可能认为这样做没有太大必要，或者仅仅是换一套说辞，但对于用户来说却是真香体验。而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近 90% 的人对天才吧的服务表示非常满意。以天才吧为代表的 Family Room 和以创造良好体验的 RideZone 得分区2个设置共同组建成了 Apple Store 1.0， 也是靠着这2个区域， Apple Store 创造了零售历史上最好的成绩和口碑。财富杂志在2007年说， Apple 已经改变了我们对零售店模式的期望。在后来的访谈中，乔布斯自己也承认，虽然信心十足，但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从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赶来，就为等待 Apple Store 的开业。而就在这一年，陆续有新的零售店开业，在第一年，全年的总营收就达到了 2.82 亿美元，结为每周平均客流只有250人。而 Apple Store 在2004年的周客流量就已经达到了5400人，也是在同一年， Apple Store 的营收就突破了10亿美元，接着用不到10年的时间突破了200亿美元。就这样，结合了杰威用最简单的方式接触产品的直营模式，戴尔选中即带走的理念， Apple Store 开始了自己的革新之路。通过上面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我们现在看来非常成功的产品，都离不开决策者的选择和坚持。尤其在改变世界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的决定就会背负更多的压力。在面对内部和外部的质疑，甚至以员工辞职作为威胁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坚持初心就变得至关重要。选择往往会证明我们的眼光独到，但没有坚持，也只能在事后说一句，你看我猜对了吧。而坚持会让我们的选择更有意义。而就在 Apple Store 欣欣向荣的时候，罗恩选择了离开这家公司。短短几个月之后， Apple 这家公司迎来了至暗时刻。Apple Incorporated announced tonight that company co-founder and former chief executive Steve Jobs has died at the age of 56. At the company's headquarters in Cupertino, California, tonight the flags have been lowered to half staff. And a statement said, "We are deeply saddened to announce that Steve Jobs passed away today." Jobs is credited with innovating the Macintosh computer, the iPhone, the iPad, and the iPod. He is survived by his wife and 4 children. 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离开了人世。很多人前往零售店放上一束花表达哀思，这个改变了 PC、音乐、手机、互联网以及零售店的人离开了我们。 Apple Store 的麻烦不仅于此，现任零售主管在上任9个月之后便匆匆离职。 Apple Store 是否能保持更高的服务水准，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地保持高营收，它又是如何做到的？下一期节目中，我们会详细讲述 Apple Store 更为深层次的秘密，
而这个秘密其实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乔布斯在否定罗恩的提议之前，并不是简单的发泄，也不是通过骂人或者处罚这种消极且比较笼统的负面情绪来去说服员工去执行他的决策。在乔布斯传中提到，罗恩知道告诉乔布斯这些所带来的后果，但他依旧坚持这么做了。即便是这个消息非常消极，但罗恩还是给出了非常具体的想法。他并不会因为害怕受到惩罚而违心的掩盖自己的想法，或者简单提出质疑。这种无所畏惧、更加真诚的表达方式，虽然引来了乔布斯的咒骂，但最后还是按照罗恩的想法去做了。这种沟通方式被乔布斯称为 Fearless Feedback。Fearless Feedback 又是什么？它在苹果保持凝聚力、保持员工忠诚度、打造一个绝佳的团队中又起到了哪些作用？ Fearless Feedback 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甚至是育儿、情侣关系中，又会发挥怎样绝佳的作用？让我们期待下一期节目吧。